Hello， 各位朋友，早上中午晚上好，这里是一老大。比特币现在已经冲破12万美金了，现在已经将近是12万2000美金了。我们该怎么看接下来的盘面呢？那我们赶快回到盘面吧。在回到盘面之前，我们先秀一下这一老大目前打单的状况。那这是之前秀的其中一个账户，这个是有原本是17000美金的，那目前已经是到了21000美金了。对啊，还有另外一个账户。从原本的6万美金，目前也已经将近是75000美金的获利。对，那这是目前一老大打单的状况。好，那在开始讲比特币之前，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有po 文啊，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有 po 文，就是说这个 Solana 在这个162块是关键点位，那即将蓄势待发，那有相当的机会，就是从这边是一个起涨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发文，就是在这个那时候是9点的，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发文，这边发文是写Solana关键压力区域是在162块，蓄势待发，准备火箭升空了。那这个是在9点多的时候发的，那时候价格还在161.94，就是162块附近。那最后真的也是在这边嘛，这个也才过这个15分钟就开始这个加速的模式了。那这跟平常的这个上涨也不太一样，是上涨这一点点慢慢的嘛。那这边是加速的加速上涨。对，那有记得订阅一老大的，相信不会错过这次行情。对，这个手上的行情，那这个是。刚好一老大刚好有看到这个 information， 然后赶快这个 po 文跟大家讲。好，那我们赶快回到比特币盘面吧。现在比特币是121800美元附近，那这边有之前画的 Rebecca 牛旗，还有上一次的下降通道趋势线，那个突破下降通道后一路就往上，目前已经突破了一个蛮重要的关卡，12万美金，现在已经到了12万1000多了。那一定会有朋友问说，那比特币是不是要回调了？那有没有回调风险呢？那我们会怎么看？我们会怎么看像这个比特币状况？其实不用太担心，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画一条这个短期的一个趋势线，就是一个短期趋势线。那在还没跌破这个短期趋势线里面，你其实可以用更轻松的态度去看它，就是你可以闭着眼睛就不看它。那等到你跌破的时候，我们再来烦恼嘛。那目前还没跌破之前，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好，然后它短期有没有机会下探到这个趋势线上？有可能，它有蛮高的概率会来到这个12万美金再重新这个试探，这是有这个几率的，有这个几率的。那有没有机会跌破呢？那就要看当时的时空背景。我们看一下24小时比特币的 NACD 好了。4小时比特币 NACD，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确已经实现了我们昨天说的这个空中加油。它空中加油，它原本已经死叉，然后马上在这个水上，然后又金叉了，就是形成一个空中加油的状态。那目前的话，这个空中加油力道还不太够，它必须要超过这个高度才会这个避开这个潜在顶背离的可能，所以。比特币还需要赶快再涨上去，不然是有这个顶背离的一个就是弱势的这个风险。那这是4小时线，那1小时线呢？4小时线也是即将要形成一个顶背离了，它这边是比较这个价格比较低，这边价格比较高嘛，就是价格是一个往上，但是这个两个山峰，一个比较高，一个却是比较低的，就是这个 NACD 是往下，但是这个价格却是往上的，这个是已经顶背离即将发生。可能再过这2个小时就会死叉了，对，这个是一个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风险，对，但是无伤大雅。如果他这个死叉以后赶快金叉，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对。那如果死叉以后没有什么太大幅度的下跌，也不用太担心，对，只是现在的确1小时跟4小时都有潜在出现顶背离的一个弱势讯号。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纳斯达克好了，纳斯达克的4小时这个 MACD 它已经是穿零轴往下了，代表是这个它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对，这是一个弱势的迹象。对，那等慢线也是到这个水下以后，有机会它会再往上攻，不过目前是还没啦，目前还需要等等。那如果是日线的话，也是一个潜在顶背离的状况，也是一个弱势的信号。所以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看一下哦，就是在7月15号会有公布这个 CPI 呢，会不会这个庄家利用 CPI 这个公布的时候往下这个回调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其实蛮有这个可能。我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短期的趋势线嘛，那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价格一直维持在这边盘整的话，它哪时候会碰到这个趋势线？在7月16号的上午8点的时候，就大概会碰到这个趋势线。那碰到趋势线，要么就是在趋势线下方往下嘛，要么就是在趋势线赶快往上嘛。那如果它继续维持这价格的话，就等于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下方，所以那就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这一波的上涨的这个力道就已经减缓了。对，那就有可能有一个回落，甚至是比较大回落产生，这是有可能的。所以7月16号之前一定要赶快这样涨上去会比较安全。对，才会一直延续这个力道。那会不会在7月15号的时候，他就利用这个 CPI 潜在可能会是利空的话往下砸，然后再配合这个纳斯达克这个日线的这个顶背离，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这个也是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心平气和去看这个，然后我们就是先用这个短期的这个生命线，这个短期的这个趋势的生命线来看，等它跌破我们再操心嘛，对不对？不用想太多。那目前状况是这样，那这边也是有 FVG， 所以是在12万附近，所以它的确是12万对它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它的确是有可能来到这边，打到这边。好，这个是目前这个比特币的目前的状况。对，那就等看时空背景会怎样。好，那我们看一下数据的部分。数据的话，这个资金费率已经来到 0.012， 这个是超过 normal 值 0.01 了，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过热的迹象，代表有蛮多人去这个追涨的，大概是在12万附近的时候忽然爆多。这边再看一下哦，大概是。对，12万附近的时候，119800就开始有人开始疯狂这个追涨上去，对，那超过 0.01， 对，这个当然是一个不健康的状况，还是要注意啦，不是这么好的状况。那这边也是多空人士持仓比已经有持续上升的迹象，所以这也不是一个这么健康的状况，所以的确这个回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要再看看纳斯达克有没有撑住，对，看一下4小时线，再看一下4小时线，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缺口，有高概率啦，它会来填补缺口。那对，那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填补缺口的时候，比特币再往上冲一下。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宏观的数据。好，这个是这个交易所目前这个流通的比特币数量是越来越少，就会被买走转去冷钱包嘛。但是可以发现，它从7月11号是底部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一直转入这个比特币到这个交易所14，到7月14号，它转了多少呢？转了大概有8000颗比特币被转进去这个交易所里面。对，那8000颗通常啦，一般来说会带来3000点的这个回调，有这个可能是3000点左右。对，那如果是以现在来说3000点的话，那会是多少呢？大概是11万，大概11万9千附近，11万9千附近，所以它会砸穿这个10万到11万9千附近，这个是有这个机会的啦。怎么做？对。那是有可能有3000点的回调，那要再注意看看。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数据好了。其他的宏观数据是这个之前有讲过 short term holder 跟 long term holder。那
也可以发现红色线是 short term hold， 绿色线是 long term hold。那这个 short term hold 它是一个投机客，他习惯追涨，开始要涨的时候他会开始进场，然后在最高点的时候他会进场最多。那目前有没有进场迹象？有啊，他目前有进场迹象，所以这个上涨也是很正常。那一般来说，他进场后还会会有两小波的上涨啦。目前是有第一波那目前它的确是往上的，还有机会再继续涨。short term holder 进场以后都涨了那么一大段嘛，对不对？还不会涨？一定会，只是有没有回调的这个需求呢？目前没有这么强烈，但是有可能它会伴随着美股的状况而这个发生回调，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还是要注意。好，这个是今天7月14号的 update， 希望你会喜欢。那记得赶快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